不，你别闹！我何时与你闹过？算正事儿。行，偏偏你的事儿都是正经事儿，我的事儿都不是正经事儿。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儿啊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妆。酒廊的事，却不宜久拖。吴相公倒是好敷衍，黄龙岛的娘家人，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。台州的事，酒廊立了大功。不要说一人10人刺史，就是上司再后些，毕竟是姑的亲弟弟，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姑想再等等，还是想等程兆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，让酒廊上任，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。说来也是，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，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10人知州，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。官爵乃国家公器，哪里是可以买卖的？一个空头的内都监事也还罢了，亲民官、领土治民，那是朝廷的脸面，断不容他这等商贾染指。那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只是怕他警觉，何承训那边先没有动。我要打草惊蛇，待他办完这桩差事，与何承训一并拿下。你如此谋划，是要谋权，还是图财？都不是。不甘心罢了。换作是你，他们兄弟几个把你当猪一样养着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不拼个鱼死网破，还要待宰不成？你玩的太大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呀！这吴越钱家，没有一个是傻子。便说是那个小九郎，在汴梁之时，也是头角峥嵘的，不是个好乡人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拿官爵吊着我，而我是个生意人，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。50万户粮食拿不到手，他们不敢动我。所以现在，什么时候动手，我说了算。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？大半夜不睡觉的，跑我这儿做什么？七哥，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？胡说什么？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户粮食，再对付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呀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禀。若真是为了此事，大可不必再等。那山岳社是买卖家，既不屯田，也不种地，那50万户粮食，朱宗还是要出在朱身上。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
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。主郎，郎君，亲卫帝都指挥使何承训求见。七郎君，九郎君，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。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程昭岳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小小的都头，构陷国家大臣，你不要命了？小人万死不足惜，指望两位郎君听完小人的话。既如此，你便说说，你出手成都监使，因何罪名啊？小人出手程昭岳，火焚内库，谋害先王，戕害宗亲，3项大罪。何承训固然是个小人，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，戍守皇城，职分紧要，又身晓诸多密事，你何苦逼反了他呢？即使小人迟早会反，何必在意？话虽如此，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以，坐实良机，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？2个月前，福州战事正狠，连日大雨，道路毁弃，王城空虚。若彼时当机立断，如今大事已成，何某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？是啊，若彼时当机立断，你云清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，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，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气的商贾喝闷酒啊？前言犹疑的不是程某，是坐在金陵城里的那位唐天子。勾结南唐，意图造反。何某是如此说的。此事说不通啊！勾连公卿起列，贿赂公行，为了掩盖行迹，竟然连夜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。此等大罪一旦揭开来，莫说他没有根基的一代商贾，便是国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，也难逃族诛。正是因为他是一介商贾，不是什么公卿士族，此事才说不通。数月之前台州案发，孤当时便许了他浙东营田大使的差遣，其权势威服可比肩宰之，经济之力更是不可胜数。在商人的心里，
钱比命要紧。这金陵到底许了他什么呀？强兄，你我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？程兄，前王再器重你，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，既不让你带兵，也不给你钱粮，被人家当猪养着呢。陛下凄凉宏远，许你时任防御使，出镇润州，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，城池高固，人义广盛，如此宏恩，已经犹嫌不足，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。金陵朝堂之上，多少勋臣众将，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，迄今尚未终结。你要陛下如何允你啊？镇东军节度使，镇东军节度使。记起来了，镇东军节度使。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价目了。云清兄，这是官仆，是要押输赢的。福州之战，唐军胜了，吴越国中人心崩坏。到那时，莫要说一个润州防御使，便是再低一等的团练使，程毛也要感激涕零，叩谢天。可惜呀，你们不争气，福州城下一场大败。金陵天子声望有损，吴越国中局势稳固，钱氏兄弟声威正盛，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，自然远远不够。那你要什么？不多，镇海、镇东2镇节度使。洪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镇杭州，封吴。一舞剑气动四方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云清兄，如何？国中的形势，七郎是知道的。几个月的战事下来，府库几乎为之一空。大战得胜，固然是幸事，可这犒赏三军，却又是一笔大花费，钱粮从何处来啊？这几日，几位相公大餐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，固然是一时痛快了，可想填上这个窟窿，50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。代运的案子，内库失火的清流，这么多年来，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，可姑却一直忍了。午夜梦回，多少次姑梦见父王，父王质问姑：孝悌何在？为人子者，不能报父母之仇，那还算是人吗？大姑还是忍了。单月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户，银10万，绢10万，善财难舍呀。姑这个吴越的大王舍不得这笔钱，姑已有决策，
程昭月这贼子，若是能拿出50万斛粮米为顾天上台州这个窟窿，这杀父之仇，此生此世，顾不再与他计较。不孝的是顾，与你等无干。王兄，何至于此？可如今却是不成了。杀父之仇，孤能忍；叛国之罪，孤却不能姑息。是时候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。却不知这程昭月说反了哪一位？旁人倒也罢了。 60多年前在萧山，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，砍坏了7、8刀，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。富贵贫贱，都是这把刀。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，在人家手里便是祸。胡金丝，王兄。 程昭月一介商贾不可虑，然则胡金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，久在军中，威望卓著。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，然则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署，还兼着内衙军的上统军师。此老若是与程昭月互为表里，联手作乱，王都之内历史便要掀起塌田大乱。 可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！胡俊思，军中元荣，3朝元老，与程昭月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这总得有个缘由吧？胡进思一把年纪了，与吴越前王家3辈子的交情，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，为了一个史相的虚名。中原换了10几个天子。 在程某看来，天下之事皆是买卖，有买就有卖。为了富贵权势，子弑父，弟杀兄。石敬瑭更是连燕云16州都卖与了契丹人。 3辈子的交情，3辈子的交情，3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？眼看着一群有党反的、旨意性情，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。 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，只因外戚姻亲，便都一个个的登阁拜相，换作是你，能忍否？胡进思虽名节高，但始终不得见金节，亦不得入相府，日子久了，相生怨怼，又有何想不通的？七哥，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。 九郎说的有理。胡金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，犹在当年代运之上。但是这自成与罗城的防务也是绕不开他去。此人若是反了，这杭州城内怕是连一支可用之兵和一员可信之将都没有了。连秦从都都用不得了吗？秦从都指挥使是由6个亲检。 指挥使之下是有上统军使，于外镇各都里遴选，再就是内都监属，以3-1之数全续前押。胡进思，上统军使；程昭月，内都监使。如若此2人真的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那这些年将秦从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，不是难事啊。
九郎可有法子？那就要看六哥到底想处置谁了。若是程昭月，发一道亡命，宣他来此，我们兄弟三人一人一把刀子就能把他给解决了。九郎，这简直是胡闹！王兄乃一国之王，7个倾倒险境。那七哥说个法子。九郎，我姑想处置的是胡金思呢。那陈弟也没法子了。胡令公的年岁，比咱们兄弟三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啊！弟弟的这些花花肠子瞒不过他。而今之计，是要想个办法将青总督和青卫都给调出去，暗中指挥姑父、水秋公、养元2位大参，再就是武伯父，请他带着仪仗嘉甲入子城亲王。差不多有700-800人。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，率着兵打进来，那陈弟就带着这700-800人跟他亮刀子。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，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，那六哥便还是吴越的王。那若是陈弟要是没撑住，在父王那儿也能替2位哥哥打个前站。调亲卫亲从6都出子城，以什么名义？还得是程昭元，私藏器械、甲仗，沟通帝国，命青从都和青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，缉拿归案。既然各级军校和程昭月有所勾连，你若去拿程昭月，他们又如何肯去？程昭月不是胡令公，他没带过兵，未曾上过阵，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，那也只是卖法施恩。军令骤下，就算有1、2死士，也一时难明虚实啊，总是要乱一阵子啊。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，以快打慢，将他们给轰出子城。到时候，北门、通越门一关，内外之事一成，他们再想回来，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。那胡进思这样的3朝老臣都靠不住，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戚烈能站在大王这边？七哥呀，七哥，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，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3个，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，跟咱们家有姻亲的，一个跑不掉。无妨，靠不靠得住，只需一个问题，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姑这边，还是与那程昭月有所勾连。你2人现在便替姑去测一测。